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里，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心脏、大脑等重要器官上，却容易忽视了身体的支柱——七肌腿脚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双腿的健康状况其实暗藏着我们寿命长短的秘密。78岁资深骨科医师严正警告，如果不想将来只能坐在轮椅上拖累家人，有4件维护腿部健康的事情，就算您再懒，也一定要做到。今天这篇深度探讨，我们将揭开腿部健康与人类寿命的密切关联，并详细介绍让您活到90岁依然行走自如的4大习惯，包括其背后原理、具体做法、年长者的贴心建议，以及忽视腿部锻炼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。请跟随我们一起把握腿部这把长寿钥匙，为自己的未来健康保驾护航。您是否想过，走不了路，生命就结束了？这句话其实并非耸人听闻，许多临床医师都发现，双腿的状况往往可以预示一个人晚年的健康与寿命长短。从医学研究到民间智慧，都在强调腿脚对寿命的关键影响力。现代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，腿部肌力越强，死亡风险越低。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曾对数百名中老年双胞胎进行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，结果发现腿力较佳的人10年后认知能力更出色，脑部老化较轻。研究负责人指出，腿部肌肉力量是影响大脑老化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换言之，腿脚有力的人不仅走得动，甚至思维更敏锐，预期寿命也更长。另一项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的研究同样指出，老年人腿部肌肉流失的程度是预测死亡率的重要指标之一。科学家发现，腿部肌肉严重流失的长者，其未来几年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同龄但腿部肌肉较为保有的人。不只是实验数据，日常生活中的步行速度也能反映寿命长短。流行病学调查发现，走路快的人往往比走路慢的人长寿。举例而言，在针对高龄者的观察中，每秒步行低于 0.6 公尺的老人，10年内死亡率高达70%以上，而步行速度超过 0.8 公尺每秒的老人，同期死亡率下降到约20%多。可见，走得快，某种程度代表身体机能较好，心肺较强健，因而更长寿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走路越来越慢，腿脚无力，那可能是衰老和健康下滑的警讯。从另一角度看，腿粗的人更长寿的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。一项营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指出，大腿围较细的老人比腿围较粗者早逝，风险更高。小腿肌肉丰厚的人不仅全因死亡率较低，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比例也明显降低。这是因为小腿肌肉被誉为人体的第2心脏，小腿的收缩能帮助把血液从下肢有效地回送到心脏，大大降低血栓形成和静脉曲张的风险。同时，腿部肌肉发达代表平衡性和协调性较佳，能避免跌倒这种对高龄者极其危险的事件。反之，腿部过于瘦弱，缺乏肌肉，往往意味着骨质也疏松，跌倒时更容易骨折，身体循环代谢变差，长寿几率因此降低。医师们常说，腿力就是寿命，许多临床案例令人警醒。一位75岁的陈爷爷，年轻时不爱运动，退休后也是久坐少动，导致腿部肌肉日渐萎缩。某天他不慎在家中滑倒，结果髋关节骨折。对于高龄者而言，髋骨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。陈爷爷手术后长期卧床，短短几个月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，褥疮、肺炎、血栓接踵而至，不到1年就不幸离世。根据统计，高龄髋部骨折患者在1年内死亡率高达20%以上，超过30%患者无法恢复行走能力。很多人即使撑过手术，也终身需要卧床或依赖轮椅生活。反观另一位90岁的李奶奶，年轻时起就保持每日散步的习惯，即便上了年纪，也练习简单的腿部体操，现在依然脚步稳健，自己买菜做饭，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。一对比，高下立判，腿脚衰弱的人晚年容易失去行动力，生活品质急剧下降，而腿脚强健的人即使高龄仍能享受独立自主的生活。总而言之，腿部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老年生活品质和寿命长短。腿部有力意味着全身血脉畅通，骨骼强健，
行动自如，人生的余晖依然能精彩纷呈。腿部无力则容易引发连锁反应。行动不便，一、缺乏运动，一、体能每况愈下，疾病风险上升，甚至卧床不起。难怪有人说，死亡是从双腿开始的。因此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忽视腿部的锻炼与保健。以下我们将具体介绍维持腿部健康的4大习惯，帮您对抗腿部衰老，远离轮椅命运。每一项都是专家们再三叮嘱的长寿秘诀，现在开始培养都不算晚。习惯1：规律进行腿部肌力训练，对抗肌肉流失。懒人也要练腿，保持腿部强壮的首要秘诀就是规律的抗阻力运动，锻炼腿部肌肉力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肌肉量会逐年下降，如果听任不管，很容易发展成医学上所说的肌少症、肌肉衰减症。研究指出，人体从30岁开始，肌肉量平均每年流失 1% 到 5%， 到了60岁之后，肌力下滑速度加快，每年流失达 3% 到 5%。 当肌肉流失累计超过 30%， 日常行走、站立等功能就会明显受影响，肌肉一少，腿就软，这正是许多老人行动迟缓、站都站不稳的根源。因此，必须用主动锻炼来对抗自然的肌肉流失。别担心，腿部肌力训练并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举重，也不分年龄大小，只要下定决心，在家中利用简单动作就能开始练腿。重点在于持之以恒，每周至少做2到3次，让腿部肌肉得到足够刺激。以下是骨科医师与物理治疗师常推荐的几个简易腿部训练动作，任何年龄都可以量力而为的尝试。深蹲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脚尖稍微向外开，呈外八字，以保持稳定，缓慢下蹲，仿佛要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站起。深蹲时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初学者可扶着桌椅保持平衡。深蹲能强化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和臀部肌群，是锻炼腿力的经典动作。刚开始可从每天20下深蹲做起，随着肌力增加，逐渐增加到每天50下、100下，注意量力而为。过程中若膝盖有不适，要暂停休息。坐站练习，如果完整的深蹲对一些年长者太有难度，可以从椅子坐下，再站起这个动作练习。找一张牢固的椅子，坐下时不靠椅背，双手交叉放胸前，脚掌贴地，然后用腿部发力站起，再慢慢坐下，如此反复。这个动作模拟日常起身，对大腿肌群和臀部有锻炼作用，而且相对安全。可尝试每天做3组，每组10到15次。提踵，踮脚尖，提踵运动，主要锻炼小腿肌肉和脚踝力量。做法很简单，站立时扶着墙或椅背保持平衡，然后脚跟慢慢抬起，踮起脚尖，使小腿肌肉收缩，接着再放下脚跟，回到平地。连续做15到20下为一组，可做3到4组，也可以尝试单脚提踵训练平衡，但务必抓稳支撑物，避免跌倒。小腿肌肉强健，有助于行走稳定，还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。很多银发族每天早晚各踮脚尖30次，长期坚持就能明显感到腿部力量提升。靠墙静蹲，这是训练大腿耐力的好方法。背部紧贴墙壁，双脚向前伸出约半步，慢慢滑降身体，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好像坐在空气椅子上一样。保持这个半蹲姿势，初次尝试可维持20到30秒，随着肌力提升，逐渐延长到1到2分钟。靠墙静蹲能增强大腿前侧和臀部的肌耐力，对预防膝关节退化也有帮助。但要注意，膝关节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，姿势不要蹲太低，量力而为即可。以上动作选择其中1、2种持续练习，就会对腿部肌肉产生积极影响。科学实验也证实了抗阻力训练的价值。在一项针对65到75岁长者的研究中，每周进行3次腿部肌力训练的组别，经过4年后，腿部力量明显胜过只散步活动的组别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不锻炼者在4年间不但腿力下降，内脏脂肪还明显增加。反观规律重量训练者的身体组成保持得更好。由此可见，高龄并非不能增强肌肉，只要肯训练，哪怕70几岁，依然可以增肌减脂，让身体机能年轻化。当然，年长者在进行肌力训练时，一定要注意安全与循序渐进。如果平日几乎没运动，刚开始可以从每周1次
每次几分钟的练习做起，让身体逐渐适应。运动前要先热身，活动膝踝关节。运动时量力而为，不要求速度，重质不重量，确实用对肌群即可。若有膝关节退化或疼痛问题，可咨询医师或物理治疗师，选择对关节负荷小的运动，例如坐姿、腿部伸展、游泳等。切忌因噎废食，很多银发族怕伤膝盖，就干脆不动，但不运动腿部只会更退化。其实适当锻炼反而能强化腿部周围的肌肉支撑膝关节，减轻关节磨损，对关节炎康复有益。因此，在专业指导下，勇敢地动起来吧。不论您现在是50、60还是80岁，从今天开始培养腿部肌力锻炼的习惯，都能帮助您延缓老化，为未来的行走能力打下坚实基础。习惯2，保持每天走路与活动量，拒绝久坐不动。动是生命之本，双腿就是用来走路的，不用反而会退化得更快。第2个长寿习惯就是保持每日适当的步行和身体活动，千万不要长时间久坐不动。现在许多研究都在强调久坐对健康的危害，对于中老年人的腿部来说尤其如此。一句话总结，要活就要动，不动则退。有一项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相当发人深省，研究者让一群年轻受试者在实验期间限制活动，2周内几乎不使用腿部肌肉，结果测得受试者腿部肌力平均减少将近 25%。 科学家形容，短短2周不动腿，等于让腿部老化了20年，而且即使之后重新训练，要恢复失去的肌力也需要更长时间。虽然这项研究对象是年轻人，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，不分年龄，长期缺乏活动都会使腿部功能快速倒退。对老年人而言，长期卧床或缺乏行走，很快就可能退化到走不动的地步。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经验？生场病在床上躺了几周，在下床时腿都软了。因此，要维持双腿灵活有力，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尽量多用腿，多走路。那么，每天走多少路，活动多少才够呢？其实重点不是达到多高的运动强度，而是避免一整天都处于静止状态。养成一个简单原则，每做1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，可以在家走动一下，倒杯水，上个洗手间，或站起来原地踏步，拉伸腿部肌肉。千万不要觉得年纪大了就理所当然整天坐着或躺着，即使是坐在椅子上，也可以动动脚踝，抬抬小腿，保持血液循环。对大多数银发族而言，散步是最简单易行的全身运动。根据国际上的建议，成人每周至少应该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。对老年人来说，每天快走30分钟左右是一个理想目标，可分多次完成。快走的定义是步行时稍微有点喘，但还能说话的强度。如果身体状况无法快走，那么走总比不走好。即使慢走，每次走5到10分钟，一天累积起来也有帮助。有研究针对高龄女性发现，平均每天走路4400步的组别，比仅走2700步以下者，死亡率降低了将近 40%， 而每天如果能走到8000步左右，健康收益更大。不过不必过度追求一步不漏的计算步数，也不用勉强自己一次走很久，重点是天天走，经常走，哪怕绕家门口走几圈，长期坚持下来也能改善下肢的肌力和平衡。除了步行，日常生活中增加用腿的机会也很重要。例如，出门买东西时选择走路或自行车，而非开车代步。上下楼多利用楼梯，前提是膝关节许可的情况下，可以扶栏慢行，少乘电梯。在家做家务时多站多走，比如做简单的扫地、浇花等，在能力范围内的轻体力劳动本身就是不错的活动量。即使看电视时也别一直瘫坐，可以利用广告时间起来活动筋骨。许多长寿的老人家都有爱劳动、闲不住的习惯，这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保持了腿脚的灵活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训练平衡感和柔软度也是防止腿部意外受伤的关键。建议长者每天抽几分钟做简单的平衡练习，如扶着桌子单脚站立10秒左右，左右脚交替各做几组，这可以增进本体平衡感，预防跌倒发生。如果本身平衡能力不好，一定要有家人保护或借助辅助器具来练习。
同时做做腿部的伸展操，对保持关节灵活度很有帮助。比如床上抬腿，平躺抬一腿向上伸直，膝盖尽量伸直但不过度拉伤，停留10秒换脚，能拉伸大腿后肌群。坐姿勾脚尖，坐在椅子上，一腿向前伸直，脚跟着地，用力将脚尖往自己方向勾，感觉小腿肚紧绷，维持10秒，可防止小腿腓肠肌的痉挛。这些伸展动作可以每天做，力度以微酸舒适为度，长期坚持能让您的腿脚活动度更好。总之，拒绝久坐，让双腿每天都有一定量的工作量，这是保持腿部机能的第2大要诀。如果天气不佳或行动不便无法出门，也可以在室内原地踏步、扶墙深蹲，或者利用家中的走廊来回走。还有一个小妙招，把日常用品稍微分散摆放，逼自己多走几步。例如每次倒水只装半杯，这样您就得更频繁地站起来蓄水。千万别小看这些日常琐事中的活动量，它们累积起来就是健康的本钱。动起来吧，不管年龄多大，每一步都在为您的腿部储蓄寿命。记住，生命在于运动，腿脚越动越灵活。习惯3，均衡营养摄取，为肌肉骨骼提供充足养分。常言道，药补不如食补，想拥有强健的双腿，除了勤于运动，吃得对，营养跟上也同样重要。第3个习惯就是重视腿部所需的饮食营养，特别是蛋白质与骨骼营养的补充。肌肉是由蛋白质构成的，骨骼则需要钙质等矿物质支持。若营养不到位，即便在努力锻炼，身体也无法有效修复组织，增强筋骨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合理饮食更是保持腿脚健康的基石。首先谈蛋白质，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，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摄入，腿部肌肉就难以维持和增长。遗憾的是，很多老年人由于食欲下降或饮食习惯问题，蛋白质摄取明显不足。老人家的早餐常常是一碗稀饭配酱菜，蛋白质含量极低。午餐随便吃点面条，晚餐怕消化不良又吃得很少，长期下来肌肉流失就更加严重。营养学专家建议，60岁以上长者每公斤体重每日应摄入约1克的蛋白质，是个体现况可调整到 1.2 克每 kg， 比年轻成人的需求量更高。举例说，如果您体重60公斤，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大约在60克左右，听起来不少，但其实分散到3餐并非难事，关键是每一餐都要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。以下是一些适合银发族的高蛋白食物来源：鱼肉和禽肉、鱼类、鸡肉、火鸡肉等脂肪含量较低的肉类是优质蛋白来源，例如100克鸡胸肉大约含有20多克蛋白。鱼类除了蛋白质，还富含对心血管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，长者每周吃2到3次鱼，有助降低发炎，保护关节健康。蛋类和奶制品，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，一颗鸡蛋约含7到8克蛋白，而且吸收率极高。对牙口不好的长者而言，把蛋煮得嫩一点或做蒸蛋都容易入口。牛奶、优酪乳、起司等奶制品不但提供蛋白质，更重要的是富含钙质，可谓一举两得。每天早晚各来一杯牛奶或豆浆，是补充蛋白和钙的好习惯。豆类与坚果、黄豆制品如豆腐、豆干、豆皮，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，而且质地软嫩，适合老人消化。一小块传统豆腐约100克，含有将近8克蛋白质。其他豆类如红豆、黑豆，熬粥或煮汤也是营养佳品。坚果如杏仁、核桃则提供蛋白、健康脂肪和镁元素，有助于肌肉功能。但坚果热量高，每天1小把即可，不宜过量。高蛋白饮食小技巧，可以采取3餐均衡分配蛋白质的策略，而非集中在一餐吃大量肉。比如早餐来1颗蛋加1杯牛奶，中餐吃1份鱼或瘦肉，晚餐搭配豆制品，加起来一天蛋白质就相当充足。同时搭配适量全谷杂粮和蔬果，提供碳水化合物与维生素，这样营养更全面。运动后的餐食特别重要，锻炼完最好在2小时内摄取一些蛋白质，如1杯豆浆或几片鸡胸肉，帮助肌肉修复生长。接下来谈骨骼营养，骨头好，腿脚才有支柱。很多人年轻时不以为意，到了老年
因骨质疏松引发骨折才追悔莫及。维持骨骼健康最重要的2样营养素就是钙和维生素 D。钙是骨骼的主要成分，而维生素 D 则是帮助身体吸收钙质、促进骨骼矿化的关键。钙质，成年人每日建议钙摄取量约1000毫克，老年人甚至更高，1200毫克左右。牛奶、优、酪、乳、起司是钙的极佳来源，如一杯250毫升牛奶含钙约300毫克。若不喜欢乳制品，可以多吃深绿色蔬菜，例如西兰花、芥蓝菜等也含钙。豆制品，特别是老豆腐含钙多，还有小鱼干、带骨啃食的鱼，如沙丁鱼罐头等。芝麻和坚果也含钙，但需要吃较大量才达到效果。平时做菜时可以加点醋，帮助食物中的钙溶出，更易被吸收。维生素 D 又被称为阳光维生素，它能帮助钙质吸收到骨骼中。老年人体内维 D 普遍不足，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合成维 D 的效率降低，又往往待在室内，阳光照射少，建议每天至少晒太阳15分钟，避开正午炎阳，以早晨或下午温和日照为宜，让皮肤直接接触阳光，协助合成维 D。如果日照不足或医生检查发现骨密度偏低，可考虑在医师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D3 保健品。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包括深海鱼、鲑鱼、沙丁鱼等，蛋黄、肝脏、牛奶以及市售强化维 D 的谷物麦片等也可以适量摄取。除了钙和维 D， 还有一些营养素对腿部健康有益，比如维生素 C 有助胶原蛋白生成，强化韧带肌腱；镁和钾则参与肌肉收缩与神经传导，缺乏时容易抽筋。均衡饮食，五谷杂粮加上蔬果，基本能提供这些元素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避免过量摄取盐分与磷酸，如可乐等汽水含磷高，因为高钠和高磷饮食会干扰钙的吸收，并加速骨质流失。摄取蛋白质时也要注意低脂为主，例如肥肉、油炸食品不宜多吃，因为动物性脂肪过高，一方面增加体重负担膝关节，另一方面可能促进发炎，不利关节健康。最后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也是关键，规律3餐，不挑食、偏食，细嚼慢咽助消化，必要时可以少量多餐。如果食量实在很小，可以将牛奶泡麦片、奶粉加入豆浆等方式偷偷加料，增加营养密度，也要注意充足的水分摄入。很多老年人不爱喝水，容易导致血液粘稠，影响循环，也可能引发小腿抽筋。养成白开水或淡茶水随时小口喝的习惯，有助全身代谢畅通。营养充足了，再加上前2项提到的规律运动，您就等于从内而外为双腿打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正如健身圈流行的一句话，3分练，7分吃，讲的就是运动和营养要双管齐下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，只要把吃对了，吃够了，身体才有本钱去修复受损组织，增强骨骼密度，您的腿才能更结实有力，支撑您迈向长寿高龄而不倒。习惯4，善待双腿和关节，做好日常保养防护。除了运动和营养，对腿部的悉心呵护与保养也是长久维持健康的要素。第4个习惯，我们从生活细节出发，谈谈如何全方位保护双腿，减少伤害和磨损，让您的腿能陪您走得更久、更远。控制体重，减轻膝脚负担。体重过重是腿部的大敌，膝关节就像人体的避震器，扛着全身重量在行走。每增加1公斤体重，膝盖承受的压力其实成倍增加。许多中老年人膝关节退化、软骨磨损严重，往往都伴随着肥胖问题。医生们强调，维持适当的体重对保护膝关节至关重要。透过均衡饮食和适当运动，将体重控制在标准范围，不仅让人身轻如燕，走路更轻松，还能大幅降低退化性关节炎的风险。特别是已经膝盖疼痛的人，更要避免体重继续上升。减重对于减轻关节疼痛的效果常常比药物还明显。请记住，瘦下来不仅让您看起来更年轻，也是在为您的膝盖减压，换来未来行走自如的自由。注意姿势，用腿有度，长年累月的不良姿势和过度使用也会损伤我们的腿。日常走路时要抬头挺胸，步态稳健，不拖着脚走，
站立时双脚平均分担体重，不要总用一边腿支撑。搬重物时切记用腿不用腰，弯膝下蹲去拿，利用腿部肌肉力量起身，而非弯腰硬抬，以免腰腿受伤。避免长时间下蹲或跪姿，因为那会让膝关节压力骤增，引起软骨损伤。如果工作需要久站，例如做家务、下厨，可以每隔一会儿换换姿势，左右脚轮流支撑，或找高脚椅坐一下，减轻膝盖和足底压力。穿鞋方面也很重要，选择合适的鞋子，鞋跟不宜太高，最好不超过3公分。鞋底要有防滑和避震功能，鞋头宽松，不挤压足趾。鞋子穿久了缓冲功能变差，要舍得更换。不穿不合脚的鞋，以免影响走路姿势，甚至造成扭伤。做好保暖，预防受寒。俗话说，寒从脚下生，腿脚一旦受寒，容易引发关节疼痛和筋骨僵硬。中医养生认为，夏之暑，肾经，循行处，肾主骨，保暖双脚，有助护肾强骨。天冷时务必注意腿部保暖，气温降低就穿上长裤或加厚裤袜，必要时带上护膝，尤其膝关节没有丰富脂肪保护，更需防寒。很多风湿骨痛都是寒气入侵所致。睡前可以用温热水泡脚10到15分钟，水温约40摄氏度为宜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，不仅助眠，也减少腿部抽筋机会。泡脚时加入些姜片或艾草，据说能驱寒活血，这是民间流传的养生小妙方，有兴趣不妨一试。但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水温，以防烫伤。总之，让双腿处于温暖舒适的状态，关节韧带会比较柔软，不容易受伤。定期检查与早治早疗，对于中老年人，定期监测腿部和骨骼健康状况也是明智之举。可以每年做一次骨质密度检查，了解有无骨质疏松倾向，及早在医师指导下补充钙质或药物治疗。若平时出现膝关节疼痛、髋关节不适、脚麻腿疼等症状，不要拖延，尽快就医诊治。现在骨科和复健科医师有很多方式可以减轻关节退化疼痛，如复健治疗、关节润滑针注射等。很多老人因为害怕开刀而一拖再拖，结果拖到关节完全变形，不得不换人工关节且恢复困难。其实早期介入治疗效果往往更好，也许做个小治疗、小复健就能改善问题，反而避免了日后的大手术。就像前面提到的案例，那位迟迟不愿意治疗膝关节的长者，最终心肺功能都因缺乏活动而恶化，得不偿失。医生也提醒，高龄者一旦需要依靠轮椅或卧床，身体其他机能会迅速下降，所以与其日后痛苦，不如现在就主动维护，有问题及早处理，保持腿脚在最佳状态。按摩腿足，活络经络，适当的腿部按摩和经络刺激可以作为日常保健的辅助措施。每天晚上睡前轻柔按摩小腿肚和大腿肌肉，可以缓解一天的疲劳与紧绷感。足部有许多反射区，按摩脚底也被认为有益健康，特别是脚底的涌泉穴在足心前1/3处。中医认为刺激涌泉穴有补肾强身的作用。您可以用手指按压足心数分钟，或用温热的毛巾热敷脚底，感到微微酸胀即可。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是轻拍小腿，五指并拢成空心掌，从膝盖往下轻轻拍打到脚踝，再从下往上拍回来，双腿各拍打10到20次。这类拍打刺激了腿部的经络循环，民间称之为拍打足三里、足阳明经等，可以促进局部血流，减少腿部麻木。虽然这些养生智慧缺乏严格科学论证，但对很多人而言确实放松又舒服。只要手法温和，不伤害皮肤，做做无妨，聊胜于无。尤其是长时间走路或运动后，用温水泡泡脚，按摩小腿，可以加速代谢乳酸，减少酸痛，有利于第二天腿脚的恢复，预防跌倒，保护生命线。最后但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务必强调防止摔倒。跌倒对老年人的杀伤力极大，一次严重的摔倒可能让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归零。因此在居家环境和日常行动中，一定要有预防跌倒的意识。给家中浴室和走道安装扶手，地板避免有滑垫或小地毯绊脚，照明要充足。夜晚起床先坐起，适应一下再下床。如有平衡不佳，一定使用助行器或拐杖辅助。
出门在外走路时，专注脚下，不要分心滑手机，尽量选择平坦路面行走，避免在湿滑地面会有障碍的地方行动。如果药物会引起头晕嗜睡，要特别当心。如果一旦不幸跌倒，无论有无明显外伤，都建议就医检查，因为有些骨裂或内出血，初时不易察觉。与其跌倒后治疗，不如事先避免跌倒，这是对自己腿脚负责，也是对家人负责的表现。综上所述，善待自己的双腿，其实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细节中，做到合理用腿，不让腿勉强过劳，也不让腿闲置生锈，再加上保暖、护理、防护措施到位，您的腿将更耐用、更健康。很多长寿的老人家到高龄依然腿脚利落，就是因为他们长年累月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腿，把该做的保养都做足了。我们也应向他们看齐，日日细心照顾这对宝贵的老伙计，他们才能在我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坚定地支撑着我们。腿部是寿命的关键，这句话绝非虚言。透过以上的深入探讨，我们了解到双腿健康对于长寿和生活品质的重大意义，也掌握了维持腿部健康的4大黄金习惯。适度的肌力训练让腿更有劲，日常多走多动防止退化，营养均衡为肌肉骨骼提供支撑，悉心保养使双腿远离伤害。这4件事说来平常，但真正坚持下来便是了不起的长寿秘方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现在已经60、70岁了，才开始注意腿部会不会太晚？其实一点儿也不晚。医学研究和无数案例都证明，人体的肌肉和骨骼是很有可塑性的，只要开始行动，任何年龄都能改善腿部的健康状况。哪怕您今年已经80岁，从今天起每天练习坐站、踮脚尖，补充1杯牛奶和1颗蛋，再泡脚按摩10分钟，您的腿也会比昨天更强壮1分。日积月累下来，几个月后您会发现自己站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原本上楼梯气喘吁吁，现在轻松不少，这就是改变的开始。请您想象一下自己90岁的模样，是腰杆笔直，脚步稳健的在公园漫步，脸上洋溢着长寿者的从容，还是蜷坐在轮椅上，望着窗外羡慕他人自在行走，内心充满对过去疏于保养的悔意。选择权其实就在此刻您的手中，现在开始培养这4个习惯，就是在为未来的您储蓄健康资本。当然，养成习惯的过程需要毅力，但请记住为何出发。为了不想日后成为子女的负担，为了自己的尊严与生活品质，付出一点努力是值得的。把今天当作您重获新生腿脚的第一天，循序渐进，坚持不懈，您的身体一定会回报您的决心。让我们从现在做起，站起身，活动筋骨，给自己的腿一个微笑和承诺。腿部是寿命的关键，把这句话刻在心上，付诸行动。相信经过岁月的累积，您一定能活到90岁，甚至更长，依旧行走自如，用健康的双腿去丈量人生的每一段风景。生命的长度无法完全掌控，但我们可以决定生命的质量。愿您我都能拥有强健的双腿，迎接一个不负时光、行路自由的美好晚年。现在就开始行动吧，您的长寿之旅将由脚下这一步开启。